这灵山的素斋吃了几百年，还是寡淡的紧。想当年在高梁山，那红烧肘子、酱焖猪蹄，哎，不想了，越想越馋。哎，二师兄，你都念叨了500年了。沙师弟，你说咱这日子过得有啥意思？当年跟着那遭魁的猴子，一路上打打杀杀，虽然苦是苦了点，可好歹有个念想。如今倒好，封了个净坛使者，天天守着这空荡荡的府邸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不是还有大师兄吗？大师兄如今是斗战胜佛，地位尊崇。别提那猴子，提起他，俺老朱就来气。你说说，当年在取经路上，他虽说是俺师兄，可哪回遇了难不是俺老朱帮衬着？哼，如今他成了佛，倒是端起架子来了。上回俺拎着2壶好酒去找他叙旧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连正眼都不瞧俺一眼，就说了句阿弥陀佛，施主请回。施主，俺是他师弟。这遭罪的弼马翁！二师兄，大师兄他或许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他有什么苦衷？当了佛就忘了本儿，俺老朱算是看透他了。这脚步声轻飘飘的，不是凡人，是大师兄。等等，他往哪儿走？那是灵山后山的方向。沙师弟，后山不是禁地吗？寻常佛祖都不许擅入，他去那儿做甚？不知道，许是如来佛祖召唤。俺老朱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沙师弟，你且在这等着，俺跟过去瞧瞧。二师兄，私闯禁地可是重罪，怕什么？俺老朱好歹也是个净坛使者，被抓了大不了说是走错了路。再说了，那猴子能去，俺凭啥不能去？这猴子鬼鬼祟祟的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这石窟，俺老朱在灵山住了500年，竟从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。那东西可还安分？回佛爷还吊着一口气，只是近来那残魂变动的厉害，似有苏醒之兆。苏醒？哼，500年了，他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继续镇压，不许出任何差池。是，只是佛爷那位存在近来似乎有所察觉。菩提祖师，他就算察觉又如何？500年前他没能救下孙悟空，500年后他依然救不了。那里面关的是谁？站在外面的又是谁？谁在外面？没人吗？俺老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？那猴子说，孙悟空他自己不就是孙悟空吗？什么叫镇压他？什么叫500年前没能救下？不行，俺得进去看看。要是俺听错了也就罢了，可要是没听错，这是如来佛祖的金钵结界。当年在取经路上，那遭揍的不对，那猴子被金钵罩住过一回，俺认得这气息。等，这玩意儿俺老朱可破不开。猪八，谁在叫俺？呆子，50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般胆小。这个声音，这个调调，猴哥，是猴哥吗？除了俺老孙，还有谁会叫你呆子？猴哥，你怎么会在里面？那外面那个又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外面那个是六儿，500年前用金兜罩住的是俺老孙，不是他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在灵山被金兜罩住，被打死的是你？俺没死，如来将俺的魂魄镇压在此，让那六儿成了斗战胜佛。俺老朱是个混蛋，俺竟然还去巴结那个假货，俺竟然还把猴哥你忘本，该死啊！孩子，别哭了，你能找到这儿，俺老孙已经很欢喜了。猴哥，你等着，俺老朱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你救出来。阿紫，不可鲁莽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俺知道俺不是对手，可俺老朱活了这么大，头一回知道什么叫比死更难受的事儿。猴哥，当年在白虎岭你赶俺走，俺走了；在狮驼岭你说散伙，俺也动了心思。可这回你就是拿金箍棒赶俺。俺老朱这500年养的一身肥膘，如今可算是派不上用场了。飞了3天3夜，连个山的影子都没见着。那灵台方次山到底在哪儿啊？俺老朱不图看什么天机，只求给俺指条明路。那灵台方次山究竟在何处？那边云层深处有灵气变动，虽然极其隐晦，但俺老朱当年在天河当元帅的时候，没少跟这种遮蔽仙山的阵法抓着。走。好一座仙山，果然不愧是菩提祖师的道场。光是站在山门外，这灵气就往俺老朱的鼻孔里钻，比灵山那地方舒坦多了。哎呦，俺的屁股！何方妖孽？
胆敢擅闯方寸山！妖孽！俺老朱长得是寒碜了点儿，可好歹也是天庭敕封的净坛使者，灵山的正经菩萨。你这小娃娃怎么说话呢？净坛使者，便是如来亲至，要进我方寸山也得先通报。你来此作甚？小仙童，俺老朱是来求见菩提祖师的，有10万火急的大事。祖师闭关500年，不见外客，请回。别！俺老朱不是外客，俺是孙悟空那猴子的师弟。俺师兄遭了大难，只有菩提祖师能救他，求求你让俺见祖师一面。孙悟空？那是谁？我不认得。你若再不走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小仙童，俺老朱求你了，知道俺家这副模样不招人待见，可俺说的句句是事实。俺师兄孙悟空他被如来那老儿害了。500年前真假美横红，死的那个才是真悟空。如今在灵山当斗战胜佛的是六耳猕猴那个冒牌货。你说什么？俺亲眼所见，在灵山后山的石窟里，猴哥的魂魄被如来的金钵镇压着500年了，他快撑不住了。小仙童，求求你，让俺见祖师一面。你且等着。猴哥，你等着，俺老朱就是跪死在这儿，也要把祖师请出来。祖师让你进去。弟子朱能拜见菩提祖师。净坛使者不在灵山享清福，跑到我这荒山野岭来，所谓何事？祖师，求您救救猴哥，救救孙悟空！悟空，他早已是斗战胜佛，位高权重，何须老夫去救？那个不是猴哥，那是六耳猕猴假扮的。真正的猴哥500年前就被如来用金斗镇压在灵山后山的石窟里，魂魄日日被消磨，生不如死啊！祖师，你如何知晓？就在3日前，俺无意间跟踪那假悟空到了灵山后山，亲耳听到他跟一个黑衣人说话，说要继续镇压那残魂。俺闯进石窟，听到了猴哥的声音，他叫俺呆子。祖师，俺老朱不会认错的，这是俺在石窟外捡到的。那假胡子离开时不小心掉落了一根猴毛，祖师您看，这毫毛上虽有佛光加持，可俺老朱当年跟猴哥相处了14年，俺认得他的气息，这不是猴哥的毫毛。祖师，俺向来窝囊没用，取经时好吃贪生，连累猴哥费心受累，可俺心里是敬他的。他虽然嘴上总是骂俺，可真到了要命的时候，他从来没丢下过俺。俺不怕死，只求祖师出山救救猴哥。这天上地下只有您能救他了。500年前悟空遭劫，是他命中该渡的劫。当初西行成佛，我本以为他终得安顿，没想到如来竟敢在我眼前偷天换日，镇压真悟空魂魄，让六耳顶替成佛，真当能瞒天过海。祖师，朱能，你可知你方才那一番话意味着什么？俺知道，不就是与3界为敌吗？你不怕？怕，俺老朱怕死怕了一辈子，可这回俺更怕活着。要是猴哥救不回来，俺这辈子都没脸再吃一口饭，再喝一口酒。悟空有你这样的师弟，是他的福气。这戒尺是悟空学艺时我训他所用，他天资绝顶，却性情顽弱，当年没少受管教。后来他下山时，老夫将这戒尺收了起来，想着有朝一日或许还能用上。 500年了，老夫隐居方寸山，不问世事。3界中人怕是已经忘了，这方天地究竟是谁说了算？愣着作甚？带路。是祖师，俺老朱带路。他们怎么对悟空的，老夫便100倍奉还。这天要变了。祖师，咱这是往哪儿去？幽冥地府。地府？咱不是去灵山救猴哥吗？悟空的魂魄被金州结界镇了500年，强迫只会魂飞魄散。这因果结界只能先断因果，方能解救。怎么断？悟空已死500年，生死簿上必有记载。先去地府撕了那页生死簿，断了如来的因果根基。祖师，俺老朱服了。那地府俺熟，当年取经路上没少跟牛头马练打交道。嘿嘿嘿，带路。几百年了，连个闹事的都没有。可不是，自从那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，咱们这儿连业绩都凑不够了。那不是净坛使者吗？老夏，开个门，俺老朱有事要见阎罗王。您稍等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不必。当年猴哥好歹还踹了2脚，祖师爷连手都没抬。走吧。
祖师，这是啥神通？定身术。当年教过悟空，他没教你。那六耳猕猴当然不会。报！净坛使者猪八戒带了一个老道士闯进来了，300多弟兄被钉在黄泉路上动不了了。区净坛使者也敢来地府撒野？老道士长什么模样？白发白须，灰布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根黑黝黝的戒尺。小的只看了一眼，魂魄都要散了。瞒不住了呀，他终究还是来了。白发、灰袍、戒尺，难道是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，菩提祖师？哟，十殿阎罗都在呢，省得俺老猪一个个找了。净坛使者擅闯地府，该当何罪？俺是跟着祖师爷来的，你们要问罪，问他老人家去。俺辈阎罗见过菩提祖师，不知祖师驾临有何指教？取生死簿来。祖师要生死簿，所谓何事？老夫徒儿孙悟空500年前被如来镇压魂魄于灵山之下，这500年间，他的生死命数是谁在管？孙悟空，他不是在灵山当斗战胜佛吗？生死簿上500年前就勾了他的名啊！勾了的是孙悟空的名字，可写在生死簿上的是六耳猕猴的名字吧？此事，祖师，老夫不问你们是否参与，只要那一页生死簿。祖师，生死簿乃天道至宝，擅自撕毁是逆天而行。即便您是天道，所谓的天道就是包庇冒牌货，却让我徒儿日日承受魂魄消磨之苦。这天道，不要也罢。崔判官，快取生死簿！祖师，生死簿在此。孙悟空那一页在何处？回祖师，在天地灵猴卷第1372页。孙悟空，东生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仙石所生，报唐僧西行，历经9981难，封斗战胜佛，享佛位永寿。这上面写的是谁？是六耳猕猴，真正的孙悟空。500年前就被如来以金兜镇压，生死簿上并未记载。未记载，好一个未记载！我徒儿在3界之中连存在过都不算。既然如此，这生死簿也不必记载任何人了。祖师不可，生死簿若毁，3界生灵命数将紊乱，天道将倾。天道倾了，老夫再撑起来便是。俺的个乖，祖师太猛了！走。祖师，咱们去哪儿？灵山。祖师，那生死簿全毁了，只毁了天地灵猴一卷。可咱就这么大摇大摆去灵山，如来老汉肯定早有准备。就是要让他准备。啊！500年前，他在灵山之上，当着3界仙佛的面，偷天换日镇压老夫的徒儿。500年后，老夫便在同一个地方，当着同样的人，把他的灵山拆成废墟。祖师，俺老猪跟您去，可俺这点本事，若非你来方寸山，老夫至今仍被蒙在鼓里。你帮的忙已够大了。祖师，走吧，悟空撑不了太久了。生死簿，天地灵猴卷，被毁了。佛祖，出什么事了？方寸山那位出山了。菩提祖师，他不是闭关500年不问世事了？既出山，必是为孙悟空。500年前那桩事瞒不住了。佛祖，那我们传令灵山上下备战。菩提，你我的这一场终究是免不了了。祖师，咱就这么直接进去？不然呢？俺是说，要不要先敲个门，或者递个拜帖什么的？老夫来拆庙，不是来做客。来人止步！此乃西天灵山圣地，未经佛祖召见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让开！俺这个乖，走吧。
菩提，50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把悟空交出来。斗战胜佛正在后山清修，你若想见他，本座可令人通传。如来到了此刻还要装吗？菩提祖师，此话何意？现在的斗战胜佛是个冒牌货，真正的孙悟空正被如来镇压在后山石窟中，生不如死。这怎么可能？菩提，你说斗战胜佛是冒牌货，那你可曾见过？老夫不曾见过，但有人见过。俺老猪见过。净坛使者，你所言当真？如来老佛祖，3日前俺亲眼看见那假悟空去了灵山后山的石窟，俺跟了进去，就看见了一道金典结界，里面传来一声歹子，只有猴哥才这样叫俺。净坛使者，你可知你所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俺要跟整个灵山作对，可俺不怕。如来佛祖，俺老猪敬你是3界至尊，可俺想问你一句，500年前你用金兜罩住的究竟是谁？确实是孙悟空。佛祖，您说什么？500年前，真假美猴王闹上灵山，本座以金钵罩住其中一个，对外宣称是6耳猕猴，令孙悟空将其打杀。但实际上，金钵罩住的是真正的孙悟空。为何杀死悟空？孙悟空乃天地灵猴，不在五行之中，不受天道约束。他若成佛，3界格局必将改写。而6耳猕猴善灵因能查理之前后可控，本座以6耳替悟空，是为3界安稳。好一个3界安稳！用我徒儿的500年囚禁换你的3界安稳。孙悟空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本座不过是顺天而行。老夫今日便要逆天！逆天！菩提，你要在灵山动手。500年前，你在这灵山之上，当着3界仙佛的面偷天换日，镇压老夫的徒儿。500年后，老夫便在同一个地方，当着同样的人，把你的灵山拆成废墟，公平得很。菩提，你虽为混沌散仙之祖，但本座执掌西府数万年，你真以为能轻易胜过本座？试试便知。俺的个亲娘嘞！这哪是打架，这是天塌了啊！定身术，定住了满天神佛。菩提，你当真要与3界为敌？老夫不与3界为敌，老夫只与害我徒儿的人为敌。今日谁拦老夫救悟空，老夫便杀谁，无论神佛。菩提，孙悟空魂魄已与金钵消融500年，即便你毁了灵山，也未必能救他。金钵结界以因果法不成，要救他需先断因果。你毁了生死簿上的天地灵猴卷，只是第1步。第2步，需以无上法力逆流时光长河，从500年前那场真假美猴王中将他的命数剥离出来。这等逆天之举，连本座都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老夫做不到。你去何处？石窟。石窟。如来，你最好祈祷悟空能平安归来，否则老夫拆的就不只是灵山了。祖师，那如来老儿说的是真的吗？要救猴哥真的那么难？难。那怎么办？你替老夫护法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不可让任何人靠近老夫3丈之内。护法？祖师，俺老猪这点本事能护什么法？你不是说为了悟空死也不怕吗？俺老猪说到做到。猴哥，你等着，俺老猪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，这一回俺豁出去了。我的乖乖，俺老猪跟班当了一辈子，护法真是头一遭啊！祖师爷这是要做什么？不能，接下来所见所闻，切勿惊慌，切记老夫之言，3尺之内不许进人。祖师放心，谁敢过来，俺就让他尝尝钉耙的滋味。好，天道有常，光阴如水。今日老夫以方寸山一脉祖师之名，借混沌之力，逆流时光长河。俺的娘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时光长河
老夫要将悟空的命数从500年前那场豪劫中剥离出来。剥离命数，祖师爷，俺老猪听不懂啊！老夫要让那场真假美猴王从未发生过，从未发生过。那猴哥他会回来？他会回来。俺懂了，祖师。就算拼了这副小身宝，俺老猪也会好好的给您守着。那是猴哥大闹天宫的时候，那是他在花果山称王的时候，那是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。就是那一日，就是那场真假美猴王。悟空，为师来带你回家了。给老夫出来！师父，猴哥，快！菩提祖师就在里面，佛祖有令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。可是，连佛祖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佛祖说了，菩提正在逆流时光，此刻他的肉身极为脆弱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来了，还是来了！净坛使者，你竟然背叛灵山！背叛？阿难尊者，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俺老猪从来就不是灵山的人，俺老猪是猴哥的师弟，是取经队伍的二师兄，是净坛使者朱悟能，唯独不是灵山的走狗。猪八戒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菩提祖师逆天而行，毁生死簿，闯灵山，如今又要逆转时光长河，这是3界共诛的大罪。你若识相，现在让开，佛祖或许还能从轻发落。你笑什么？俺笑你们这帮秃驴，脸皮比俺老猪的肚皮还厚。你们口口声声说逆天而行，那俺问你们，500年前如来老儿用金斗镇压俺猴哥，让六耳猕猴冒名顶替，这算不算逆天？你们囚禁俺猴哥500年，折磨他500年，羞辱他500年，这算不算逆天？你们所谓的天道，就是如来老儿一手遮天，就是你们灵山欺世盗名，这样的天道逆了又如何？执迷不悟，既然如此，动手！俺老猪说了，谁也别想靠近祖师3丈之内。就凭你一个净坛使者，也想挡住我们？俺老猪是挡不住你们所有人，但俺老猪能拖住你们一时半刻。只要祖师把猴爹救回来，俺老猪就算死在这儿也值了。猴哥，你快点回来，俺老猪快撑不住了。菩提，你过界了。那是红军老祖，老祖出手了，菩提完了。红军，你终于坐不住了。菩提，你若就此收手，本座可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？老夫毁生死簿时，你在何处？老夫闯灵山时，你在何处？如今老夫要将徒儿救回来了，你倒是跳出来了。天道有常，孙悟空的命数本就不该存于3界，不该存于3界。老夫的徒儿是天生地养的灵物，你一句不该存于3界，就想抹杀他的存在。红军，老夫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悟空的命，老夫就定了。你若逼急了老夫，老夫不介意连你这天道一并掀了。祖师爷，真是太他娘的霸气了！老祖竟然退走了，连红军老祖都不敢与菩提正面交锋。悟空，回来吧，为师在这儿。猴哥，呆子，你怎么手？你这倒霉的猴子，500年了，你知不知道俺老猪有多想你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家伙顶替了你的位置？俺老猪还巴巴的跑去给他送酒。别哭了，愁死了。猴哥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悟空，你受苦了，不必多礼。你刚回来，魂魄尚未稳固，需静养一段时日。师父，弟子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傻猴子，为师说过，天塌了，师父给你顶着。祖师，那红军老祖，他不敢出手，
老夫方才说的话不是威胁。祖师爷，俺老朱这辈子没服过谁，您是头一个。悟空，你感觉如何？师傅，弟子感觉有人在等着弟子去算账。好，等你养好了伤，为师陪你去。还有俺老朱，猴哥，这回你可别想甩下俺。呆子。不错，这府邸修的气派，比俺老孙当年的花果山还阔气。孙悟空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怎么，不装了？不念阿弥陀佛了？成王败寇而已。当年如来选了我，那是你的命，要杀便杀。你现在胆子比之前大多了。猴子，100年来我苦心修炼，今日未必输你。试试，吃俺老孙一棒！怎么可能？你只知道你苦修了500年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我足足在地狱里淬炼了500年。好一个淬炼500年！我认栽，你动手吧。八戒交给你了啊！500年的酒不能白送，随你处置。这些年俺每次送酒来，你为何不赶走？因为那是500年里我唯一觉得自己像他的时候。你叫我猴哥的时候，是真把我当你师兄的。俺不杀你，你的命等猴哥掀了灵山，再让3界来定。孙悟空，你来了。如来老儿，俺只问你一句：500年前你为何不直接杀了俺？杀不得，你是天地灵猴，杀你，灵山气运将被反噬。所以你让六耳替俺成佛，是为了让天道以为俺活着，让3界以为俺已成佛，然后你就能稳坐灵山，万事大吉。不错，好算计。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何事？俺老孙有师傅和师弟。如来，3日前老夫说过，你怎么对悟空，老夫便100倍奉还。今日便是兑现之时。菩提，你当真要与我为敌？与你为敌？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老夫只问一句，你们谁愿陪他一起？500年前之事，贫僧不知真相，今日方知。贫僧不过问。我等不过问。好家伙，如来老儿成光杆僧祖了。好，500年经营一招散尽。菩提，你赢了。老夫不曾想赢，老夫只要一个公道。公道？何为公道？若不镇压，3界格局必被他打破。为3界安顿，就可以颠倒黑白；为3界安顿，就可以让冒牌货顶替俺500年。你口口声声为了3界，可这500年，3界可曾因为你这一桩勾当变得更好？妖魔横行依旧，众生苦难依旧。你不过是用俺老孙的命换了你的灵山安稳。今日俺不杀你，不是不敢，是杀了你，3界真会乱。俺不想让众人替你的罪过陪葬，但从今往后，你若再敢动俺身边的人，下一棒砸的就是你的脑袋。走吧，为师还有东西要给你。有桃子吃吗？就知道吃。那猴哥你不想吃？想。佛祖，从今往后，灵山碧山千年。师父，这是此玉佩中有为师一道神念，若遇生死之危捏碎它，为师自会赶来。师父，弟子不必多言，去吧。记住，3界之大，天外有天。你虽历经磨难，却也不可恃强凌弱。弟子谨记。祖师爷放心，俺老朱一定看好猴哥，不让他闯祸。哼，老夫倒是觉得你闯祸的可能性更大些。那不能。走吧，去你想去的地方吧。猴哥，咱第一站去哪儿？花果山。俺老孙500年没回去了。猴哥，那花果山，听说当年你被2郎神一把火烧了之后……俺知道，但那是俺的家。猴哥，要不咱先找个地方歇歇脚？大王，你是老马猴？大王，真的是你！500年了，老奴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其他人呢？崩将军呢？八将军呢？都死了。当年2郎神火烧花果山时，崩将军被天火烧死了，八将军被射成了筛子，至死都挡在水帘洞前。猴哥，冷静！2郎神也是奉命行事。俺知道，这笔账俺会跟玉帝老儿算。老马猴，
去把还活着的弟兄们都叫来。大王回来了，从今往后，没人再敢欺负花果山。大王，您这次回来不走了吧？俺老孙还有事要做，做完之后就回来陪你们。大王，我们等了500年，不怕再等几年？没想到天庭那帮家伙比灵山的秃驴还狠。怎么又想散伙了？散什么火？俺就是替猴哥你憋屈。被镇压了500年，回来一看，家也没了。天道从来就不公，俺老孙早就知道了。那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天庭，找玉帝老儿讨个说法。那孙悟空当真回来了？回陛下，千真万确。灵山那边传来消息，如来佛祖已宣布灵山闭山1000年。那6耳猕猴如何？被孙悟空一棒震碎筋骨，囚于灵山后山。传言猪八戒饶他一命，只为讨回500坛酒。那猪八戒说少一坛都不行，还酒。唉，当年二郎神火烧花果山是朕下的旨。那孙悟空此番回来，只怕陛下不必忧虑。孙悟空再强，也不过孤身一人。我天庭兵多将广，何惧于他？李天王，你可知道此番救出孙悟空的是谁？谁？菩提宗师，灵台方寸山的菩提祖师。那位不是早已不问世事了吗？所以朕才头疼。孙悟空一人朕不惧，但若他背后站着菩提祖师，那就不是一人的问题了。陛下，南天门外来了2个人。谁？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和一个长嘴大耳朵的猪妖。那猴子说什么？他说让陛下出去见他，否则他就把南天门拆了。来的真快啊！他杀过来！那猴子真的回来了，500年了，他身上的杀气怎么比当年还重？你没听说吗？灵山被他拆了一半，如来佛祖的金身都被打裂了。那咱们拦不拦？拦得住吗？老二，500年不见，你这白胡子又长了不少。托大圣的福，大圣此番来天庭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找玉帝老儿聊聊。陛下正在凌霄宝殿等候2位，请。猴哥，这老板笑得这么殷勤，怕是有诈。这凌霄殿比灵山气派多了。玉帝老儿，好久不见。玉帝老儿，好久不见。孙悟空，500年了，你倒是一点没变。变了。500年前的俺老孙见你这张脸就想抡棍子，如今俺老孙学会了先讲道理。哦，你想讲什么道理？2笔账，第1笔，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，是俺理亏，被你压在五行山下，俺认。但你让二郎神火烧花果山，烧死俺猴子猴孙数万之众，这笔账你认不认？当年你大闹天宫，花果山群妖皆为从犯，朕下旨清剿，是依天条行事。好一个依天条！那俺问你，俺那些猴子猴孙连南天门都没踏进过1步，他们犯了哪条天规？他们抢了哪座仙府？就因为俺老孙大闹了天宫，他们就得死。说得对，株连九族也没这么株连的。当年之事，朕确有失察之责。二郎神，你来说。陛下，末将当年奉命围剿花果山，却曾下令清剿余孽。此事末将担责，与大圣无关。杨戬，平心而论，你是个对手。当年你火烧花果山是奉命行事，俺不恨你。但今日玉帝老儿把这事推到你头上，你就这么认了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末将无悔。哼，好一个忠君之士！杨戬，俺老孙敬你是条汉子。当年的事儿，俺可以不再追究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大圣请讲。我要你亲自去给俺那些猴子猴孙上3炷香。放肆！二郎真君乃天庭神将，岂能向这个泼猴屈膝？俺老孙跟玉帝老儿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杨戬，陛下，末将当年奉命行事，虽无愧于心，但数万生灵因末将而亡，这是事实。3炷烟，末将上得起。第1笔账清了，
现在说第二笔，还有第二笔。500年前，俺老孙历经9981难，终成正果。如来封俺斗战胜佛，但就在那一日，真假美猴王闹上灵山，如来用金斗罩住了俺，却对外宣称打杀的是六耳猕猴。从那一日起，俺被镇压在灵山石窟里整整500年，而六耳猕猴顶着俺的名号，做了500年的斗战胜佛。云帝老儿，灵山册封斗战胜佛时，你在不在场？朕在场。那你知不知道那是个假的？朕知道。陛下，陛下，您早就知道这件事。当年如来向朕通报此事，说孙悟空乃天地异术，他提出以六耳猕猴替代悟空，朕默许了。好，你承认了就好。孙悟空，朕是三界之主，朕做任何决定都要考虑三界安稳。你天性桀骜不驯，若真成了斗战胜佛，谁能压得住你？届时三界大乱，生灵涂炭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三界安稳，玉帝老儿，你跟如来老儿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。你口口声声为了三界安稳，可现在下界的妖怪照样吃人，百姓的香火你们照样收，可你们管过被妖怪吃掉的百姓吗？俺老孙今天来，不是拆你的凌霄宝殿，而是俺要你记住一件事：从今往后，天庭也好，灵山也罢，你们做什么俺不管，但若再敢动俺老孙的猴子猴孙和这呆子师弟，哼，俺老孙下一棒砸的就不是南天门了。猴哥，这就完了？完了，不揍他一顿出气？揍他有什么用？把他打伤了，三界真会乱。俺老孙可不想当那个罪人。杨戬，3日后花果山，俺老孙等你那3炷香。必到。猴哥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先去高老庄。咋又提高老庄？呆子，你当年被贬下界是高翠莲一家收留的你，而且人家姑娘跟你拜过天地，你欠人家一个交代。猴哥，俺不是不想去，俺是怕什么？怕他还恨俺，怕他早已嫁人，怕去了也是一场空。空也好，不空也好，总要去看看才知道。走吧，俺老孙陪着你。猴哥，你说高翠兰要是真嫁人了咋办？那就祝她幸福。那俺老朱咋办？你还有俺老孙。猴哥，你这话说的俺怪想哭的。那就哭，哭完了咱去喝酒。喝什么酒？6耳环的那500蓝够你喝一辈子了。那猴哥，你得陪俺一起喝。陪。呆子，想什么呢？猴哥，俺在想，翠兰要是真嫁人了，俺该说啥？你想说啥？俺也不知道，俺就是怕见了面，连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就先听听他说什么。500年了，他有他的日子要过。猴哥，你说俺当年要是没现原形，是不是就能跟他好好过日子了？你要是没现原形，那就不是你了。呆子，你记住，无论是人是妖，真心才最要紧。他若因为你是妖就恨你一辈子，那也不值得你惦记500年。猴哥，你说的对。这跟俺记得的完全不一样了。500年了，够凡人轮回7、8辈子了。你那高翠兰若还活着，怕是早该成仙了。猴哥，你说他会不会已经不在了？找个人问问，不就知道了。老人家，俺打听个事儿。妖怪？不是，俺真不是妖怪，俺是天上的神仙啊，净坛使者。您看，俺还带着度牒呢。神仙？长成这样的神仙？老人家别怕，俺这师弟长得是寒碜了点儿，但心不坏。俺们是来找人的。找谁呀？高翠兰，500年前高太公的女儿，她还在吗？高翠兰，您说的是咱们高家老祖宗吧？老祖宗？
是啊，高翠兰是咱们家的祖先奶奶，庄里的族谱上记得清清楚楚。500年前，有一位天蓬元帅下凡，与祖先奶奶结为夫妻。后来天蓬元帅保唐僧西天取经，修成正果，成了净坛使者菩萨。咱们高氏世世代代都供着您的画像呢。供着俺的画像？您就是那位天蓬元帅祖先姑爷。俺是猪八戒没错。祖先姑爷显灵了，祖先姑爷显灵了，老太爷在天有灵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老人家您别跪，俺受不起。呆子，你在灵山当了500年净坛使者，无人问津，在这高老庄倒成了老祖宗了。猴子，俺不敢进去。怕什么？俺不知道，俺就是怕看到他的牌位，怕知道他后来过得怎么样，怕。去吧，俺在门口等你。翠兰，俺回来了。俺对不起你，俺当年不该瞒着你。俺要是早告诉你俺是妖，你要是愿意，俺就留下陪你过日子；你要是不愿意，俺就走。可俺瞒了你，俺贪恋你对俺的好，舍不得告诉你真相。俺后来取经成了菩萨，可俺不敢回来，俺怕你恨俺。俺在灵山待了500年，天天吃素，天天念经，可俺心里放不下你。姑爷不必自责，老祖宗他从未恨过您。老祖宗说，他这辈子最欢喜的日子是嫁给姑爷的那3天。虽然后来知道姑爷是妖，但他从没后悔过。他说姑爷心善，待他好，是真心实意的。他让高家子孙世代供奉姑爷的画像，替他等姑爷回来。老祖宗还说，若有一日姑爷回来了，让姑爷不必愧疚，他过得很好。他后来嫁了人，生儿育女，活到83岁，寿终正寝。他让姑爷好好过日子，不必挂念。俺老猪对不住你，俺回来晚了。怎么样？他留给俺的，他临走的时候剪下来的，让子孙后代保管着，说等俺回来交给俺。她是个好姑娘，还惦记吗？惦记，但不一样了。以前俺惦记是后悔，是愧疚，现在俺惦记是感激。感激他没恨俺，感激他过得好，感激他等过俺。那就好。猴哥，俺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俺要好好活着，不是为了俺自己，是为了翠兰。她让俺好好过日子，俺不能辜负她。哼，这才像话。走吧，猴哥，下一站去哪儿？你说，俺陪你。去流沙河看看沙师弟吧，俺老猪想他了。走。翠兰，俺老猪走了，下辈子你要是还愿意，俺还来娶你。猴哥，你说俺老猪现在是菩萨，不能娶亲吧？你还知道你是菩萨？那要是不当这菩萨了呢？想好了？俺在灵山待了500年，从没觉得那是什么家。
方寸山是祖师爷的家，花果山是猴哥你的家。俺想了500年，也没想出来自己的家在哪儿。现在想出来了？想出来了，俺老朱的家就是跟猴哥你们在一起的地方。灵山的菩萨不当也罢。呆子，这话要是让如来听见，非得再气炼一道金身不可。管他呢，俺老朱现在有祖师爷罩着。你倒是会扯皮。那是，俺老朱别的不行，抱大腿的本事一流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猴哥，你又损俺。猴哥，沙师弟会不会激动的哭出来？你以为谁都像你，动不动就抹眼泪？俺那是真情流露。沙师弟那性子比俺还老实。取经路上他干活最多，咱们打架他就在后面守着师傅。现在想想，他才是最靠得住的那个。是啊，现在想起来，俺这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那就对他好点儿。俺老朱这回把6耳环的酒分他一半。人家沙师弟持戒不饮酒。对，那俺把高老庄带来的酱肘子分他。他也不吃荤。那俺送他啥？把你那身懒肉捡捡，多帮他干点活，比什么都强。猴哥，你又拐着弯骂俺。沙师弟就住这儿，这也太寒酸了。沙师弟不图富贵，这地方清静，适合他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沙师弟，俺老朱想死你了。二师兄，真的是你？灵山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你和大师兄把灵山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我还以为是谣传。沙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大师兄，500年了，师弟无能，没能去救你。沙师弟，不怪你，连俺老孙自己都不知道被调了包，何况是你。快起来！大师兄，当年那斗战胜佛对我冷若冰霜，我几次想去找你叙旧，都被拒之门外。我还以为是大师兄成了佛，不认我这个师弟了。没想到那根本不是你。俺老朱也是，俺还舔狗一样给他送了500年的酒，结果那冒牌货连正眼都不瞧俺。二师兄，你那酒送的比我强，我连门都没进去过。哼，那6耳猕猴还搞区别对待。进去说吧。沙师弟，你这儿有茶吗？有。大师兄你坐，我去烧水。沙师弟，你这流沙河一待就是500年，不闷得慌？不闷。当年取经路上，大师兄教我降妖除魔，二师兄教我如何与人打交道，这些本事我在这儿都用得上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有什么人跟你打交道？流沙河虽偏，但过往的商船客潮不少，我在这儿守着，这500年，倒也救了不少人。你就在这儿当了个摆渡人？也不算摆渡，就是力所能及做些事。沙师弟，500年前，如来封你个什么？金身罗汉。金针罗汉，连个正经佛位都不给。大师兄不必动怒，我本就不图那个，卷帘大将也好，金针罗汉也罢，不过是个名头。如来老儿太不是东西，俺好歹混了个净坛使者，你居然只是个罗汉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？二师兄真的不碍事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大师兄被调包的？那假悟功又是如何被揭穿的？这你可得好好听听。俺老朱这回可立了大功，我把祖师爷请出山了。菩提祖师出山了？可不是嘛！如来老儿被一戒尺打伤了金身，就连红裙老祖都被几句话给骂回去了。大师兄，你受苦了。苦是苦，但值得，要不然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好的师傅和师弟。沙师弟，你别哭了，你一哭俺也想哭。好了好了，两个大男人哭哭啼啼像什么话？大师兄，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俺听猴哥的。俺老孙打算回花果山，猴子猴孙剩的不多了，俺得回去守着他们，然后四处走走。大师兄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吗？你不守着流沙河了？流沙河守了500年，够久了。那感情好，俺老朱正嫌猴哥一个人说话不够热闹呢。沙师弟，走，咱们师兄弟3人再去闯一回3界。好，当年取经是被如来老儿安排好的路，这回咱们自己走自己的路。那我去收拾行李。沙师弟，舍不得啊？有一点，毕竟住了500年。没事儿，等咱逛够了，俺老朱帮你重新盖一座大的，盖得比灵山还祥派。二师兄，你又在吹牛？俺怎么吹牛了？俺现在是祖师爷罩着的人，你知道祖师爷多厉害吗？红军老祖见了他都得绕道走。大师兄，二师兄说的是真的？半真半假，
祖师爷确实厉害，看这歹子吹牛的毛病也确实没改。猴哥，你怎么老拆俺的台？再会了，沙师弟，不必伤感，路还长着呢。对了，沙师弟，俺老朱问你，你在流沙河这500年有没有遇见过什么漂亮的河妖？给俺老朱介绍介绍。河妖倒是遇见过几只，不过都是男的。男的？那算了。男的怎么了？你当年在高老庄不也是男的？猴哥，那能一样吗？那是真爱。二师兄，你要是真想找，流沙河下游有条鲤鱼精，女的，长得挺俊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真的？多大年纪？什么修为？爱吃啥？你就不该告诉他。我看二师说挺着急的。他着急了500年了，不差这一时。谁说的？俺很急。沙师弟，你快跟俺说说那条鲤鱼精。下一站去哪儿？去那条鲤鱼精那儿。二师兄，人家住在流山河下游，咱们刚飞过去啊！那赶紧掉头。不掉，继续往前。猴哥，骑什么？3界之大，还怕遇不上一条母鲤鱼？那不是母鲤鱼，那是鲤鱼精。二师兄，大师兄说的有道理，缘分这种事儿强求不来。你们2个就是见不得俺老朱好。沙师弟，你真舍得？舍得。守了500年，够了。那你跟俺老朱说说，这500年你在流山河都干了些啥？除了救人和降妖，还种了一片菜地。菜地？河边有块地，土好水也近。我种了些萝卜、白菜，还有2种黄瓜，长得挺好。沙师弟，你好歹也是金身罗汉，种什么菜呀？你怎么不养几头猪呢？想过，但怕二师兄你知道了不高兴。猴哥，你笑什么？沙师弟他这是朴实，懂不懂？俺笑你终于遇上对手了。沙师弟一句话就把你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俺老朱那是让着他。大师兄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一个地方，俺老孙500年没去了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哪儿？五行山。这地方，你干嘛回来？晦气！二师兄，别说话。俺老孙被压在这山下500年，铜枝铁腕，日晒雨淋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时候俺老孙发誓，定要把这天捅个窟窿。猴哥，后来西行路上打打杀杀，以为这就是报仇。猴哥，可俺老孙现在不恨了，被调包也不恨了。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因为俺老孙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了，猴哥？那500年里，曾有个小孩给俺送过一个桃子，如今已成为一把黄土了吧？猴哥，你说这些干啥？从今往后，俺老孙不为恨活着了。那为啥活着？为你们，为那些对俺老孙好的人。这样也好，大师兄。猴哥，你这话说的，俺老朱以后还怎么偷懒儿？你尽管偷，俺老孙又不管你。那你方才说为俺活着，俺不是要管着你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俺老孙就高兴。猴哥，你别说了，俺老朱受不住这个。二师兄，大师兄说的对，咱们以后好好的。快起来吧，你个呆子！猴哥，俺老朱以后也为你们活着。猴子，别恨了，以后会有人来陪你的。大师兄，那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就是猴哥，咱下一站去哪儿？去一个俺老孙欠了债的地方。你欠债？你欠谁债？东海龙王。东海龙王？猴哥，你欠他什么？俺当年强抢了他的定海神针，他嘴上相送，心里实则不舍。后来我被压五行山，身陷灵山，他也从没落井下石过。这份情俺得还。大师兄想怎么还？不知道，先去见见他再说。走。俺老朱还没去过龙宫呢，听说龙宫里的好吃的多得很。你是去还债的还是去吃的？还债是猴哥你的事儿，俺老朱负责吃。二师兄，龙宫的东西大多是生的，生的怕什么？让他们做熟了再端上来。走吧，再不去天黑了。猴哥你慢点，俺老朱跟不上。大师兄，龙宫往东是吧？东海之滨，傲来国界。猴哥，俺老朱想问你个事儿。说，你在京多底下关了500年，真的一点都不恨了？恨？怎么不恨？500年的苦，不是说不恨就能不恨的。那你方才俺说不为恨活着，不代表俺忘了如来欠俺的，天道欠俺的，俺老孙记在心里。但俺不会让恨变成俺的全部。俺有师傅，有师弟，有花果山的猴子，这些比恨重要。俺好像懂了，就像俺对高翠兰以前是愧疚，现在是想开了。
不是忘了，是放下了。差不多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我觉得咱们都变了。变啥了？变成熟了。沙师弟，你这话说的好像俺们以前多幼稚似的。以前取经路上，大师兄性急，二师兄爱偷懒，我太木讷。现在大师兄沉稳了，二师兄有担当了，我也话多了一点。你那是话多了一点儿，你那是以前不说话，现在一开口就噎死俺。跟二师兄学的。俺什么时候噎人了？你天天噎俺。那是猴哥你先损俺的。俺那是实话。呆子，你说龙宫会不会摆宴席迎接咱们？肯定摆。猴哥，你现在可是把灵山都拆了的人，东海龙王敢不摆？二师兄，咱们是去还债的，不是去打架的。还债归还债，吃饭归吃饭，两码事。猴哥说的对。报！大王，外头来了3个人。慌什么？谁来了？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一个长嘴大耳朵的猪妖，还有一个络腮胡的和尚。孙悟空！老龙王，俺老孙来看你了。大圣，真的是你！老龙王，好久不见，500年了。大圣，这500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灵山那边说你成了斗战胜佛，可老夫派人去灵山送礼贺你，连门都没让进。老夫还纳闷，大圣你虽性子傲，却从不是这般不近人情之人。那不是俺。什么？那个在灵山当了500年斗战胜佛的是六耳猕猴，俺老孙被如来用筋斗镇压在灵山后山整整500年，前些日子才被俺师父救出来。镇压500年，如来他怎么敢？大圣，老夫惭愧，500年来竟毫不知情，连贺礼都送错了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老龙王，这不怪你。3界之中，知道真相的不过寥寥数人。你能想着给俺老孙送礼，俺已经记在心里了。猴哥人缘真好，俺老朱在灵山当了500年净坛使者，咋没人给俺送礼？二师兄，你也没请人吃过饭。好吃，这个好吃，那个也好吃。猴哥，你尝尝这个水晶虾饺，上了戒。你别光吃菜，吃肉啊！我持戒。吃什么戒？咱现在又不是取经，不用守那些规矩。来，这块龙肝你尝尝。二师兄，那是海参。是吗？长得跟杆儿似的。大圣，你此番脱困，有何打算？先四处走走，500年的债，一笔一笔还。今日来龙宫，就是来还债的。还债？大圣，你欠老夫什么债？变！定海神针，大圣这是何意？当年俺老孙年少轻狂，闯龙宫，抢你这定海神针。你虽说是送给俺了，可俺知道，这宝贝是你东海镇压海眼的根基，没了它，这500年来东海大大小小的海啸地震，只怕不少。老龙王，俺老孙今日把它还你。大圣，这定海神针已与你血肉相连，他认了你做主，旁人便是拿去也驱使不动。可是，大圣，大圣，你若真想还老夫什么，便陪老夫多喝几杯。500年了，这龙宫冷清得很，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。
老龙王，俺老朱敬你一杯。你这龙宫的饭菜比灵山的素斋强了10000倍。净坛使者过奖了，灵山的素斋老夫也曾尝过，确实清淡了些。大圣，日后有空常来，一定。大圣，天庭那边，玉帝已知你归来。前些日子，太白金星来龙宫，旁敲侧击打听你的下落。老夫什么都没说，但你要小心，玉帝那人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比谁都静。哼，俺知道，俺已经去过天庭了。去过了，如何？没打起来，俺跟玉帝老儿把账算清了，他认了。大圣，你比500年前沉稳多了，被压了500年，再不稳也稳了。保重，保重。猴哥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先回花果山。猴子猴孙们等俺太久了。大师兄，我还没去过花果山。俺老朱也没正经待过，上回去是接猴哥出山取经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那就多住些日子。花果山的桃子比盆活园的还甜。真的？大师兄，我持戒，但桃子可以吃。走！大王，杨戬他又来了。别怕，他是来上香的。花果山战死的数万生灵，杨戬给你们上香了。这块石头我留了500年，今日还给你们。杨戬欠你们的还不完，但杨戬记着。俺老朱想恨他，都恨不起来了。阿弥陀佛。大圣，你说如果当年我抗旨不存，不去烧花果山，会怎样？元帝会换一个人去。也是。杨戬，俺老孙被压了500年，又被关了500年。这1000年里，俺想过很多次，如果当年俺不闹天宫，会怎样？如果俺不争那个齐天大圣的名号，会怎样？你想出答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如果。做了就是做了，后果得自己担着。你烧了花果山，这笔账俺老孙记了500年。但今日你来了，上了香，还了石头，认了账，俺老孙这笔账清了，清了，清了。从今往后，俺老孙与你不欠了。大圣，杨戬，谢过。不用谢，俺老孙也有事要谢你。谢我？当年南天门，俺老孙被天兵围困，你明明可以出手，却站在云洞不动。俺当时以为你是袖手旁观，后来俺想明白了，你是故意不出手。你知道俺老孙桀骜不驯，若被你擒了，比死还难受。所以你把擒俺的功劳让给了老君，老君用金刚镯把俺拿住俺认。因为俺知道那老官只是奉命行事，但你若亲手擒了俺，俺这辈子都不会服你。杨戬，你这个人骄傲的让人讨厌，但你的骄傲，俺老孙敬重。孙悟空，你变了。你也是。我跟随二爷1000年，头一回见他对外人笑。哼，俺猴哥也是，他那张脸500年前除了发狠就是冷笑，如今倒是会笑了。净坛使者，当年我们兄弟也跟着二爷烧了花果山。别说了，俺老朱刚才听杨戬说那番话，心里就想明白了。你们是当差的，上头有令，你们能不执行？换了俺老朱，玉帝下旨让俺去烧哪个山头，俺也不敢不去。俺恨的是下旨的人，不是拿刀的人。这道理俺也是这些年才想明白。净坛使者凶心，我等佩服。行了行了，别夸俺，俺老朱就是跟猴哥学的。二师兄，你越来越像大师兄了。呸！俺老朱比他帅多了。嘿，杨二郎，俺老朱问你个事儿。请说。你那哮天犬呢？俺老朱上回见他还是在取经路上，那狗鼻子灵得很，俺老朱变个石头他都能闻出来。哮天犬年岁大了，留在庙里养老。净坛使者若是想见他，改日可来灌江浦。行，俺老朱带上烧饼，他最爱吃那个。好。沙师弟，
你说猴哥这1000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俺老朱在灵山吃了500年素斋，都觉得苦的不行。他先是五行山下压500年，铜枝铁丸动弹不得，保着师傅走到西天，好不容易出来，以为熬出头了，结果又被荆州扣了500年。俺听祖师爷说，魂魄被重组了36000次。俺老朱干是想想就觉得浑身发冷。我不知道大师兄是怎么过来的，但我知道他为什么能过来。为啥？因为他知道有人等着他回来。猴哥，俺老朱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俺不回灵坛了，净坛使者那个位子，谁爱坐谁坐，俺老朱不稀罕。你想去哪儿？俺想在花果山住下来。当然不会白住的，俺老朱可以帮你带猴子。你看那些老猴年纪都大了，爬树摘果子不利索，俺老朱别的不行，上树是一把好手。还有，俺会做饭，灵山那帮秃驴不会吃，俺可会。当年在高老庄，翠兰他爹最爱吃俺炖的肘子。好，你不损俺2句？损你什么？损俺懒啊、馋啊，吃得多干得少啊。呆子，你能来，俺高兴。猴哥，你又煽情，俺老朱好不容易忍住，你又来。真是个呆子。傻师弟，你呢？你回不回灵山？我也不回。金身罗汉的名号我也不要了。那你住哪儿？大师兄，花果山缺不缺一个挑水的？我没什么本事，就会挑水、种菜、扫地。流沙河边的菜地我种了500年，长得挺好。花果山要是用得着我的话，缺一个挑水的，缺一个种菜的，缺一个扫地的，缺一个沙师弟。阿弥陀佛，沙师弟，咱仨以后就是花果山3兄弟了。不对，是花果山三什么？3神仙、3妖怪，管他呢，反正就咱仨。大师兄，咱们是不是还缺一个人？谁？师傅。对，还缺咱们的师傅。对呀，师傅，猴哥，师傅还在灵山呢，咱把师傅也接过来吧。师傅是如来2弟子金蝉子转世，取经完成便归了灵山卫。他留在灵山，是还他的因果。可是，但俺老孙去接他，他若愿意来，谁也拦不住。那咱什么时候去？明日。猴哥，那祖师爷呢？俺老朱就是问问，祖师爷他老人家为了救你，闯地府、踏灵山、逆流时光，这份恩情，俺老朱记着。但俺不知道该怎么还，俺也不敢去方寸山，怕祖师爷嫌俺烦。师傅他从不要人还。俺老孙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就是师傅。500年前他教俺本事，俺下山时他不让俺提他的名字，俺知道他是怕俺闯了祸连累他，不是怕麻烦，是怕俺有了倚仗，更不知天高地厚。后来俺大闹天宫，被压五行山，他没有来，俺当时恨他教了俺一身本事，却不管俺死活。直到前些日子，俺才知道，500年前俺被压五行山，师傅去过，他没有出手，是因为那是俺的劫数，需俺自己渡。他在五行山外站了7日，然后去灵山找如来。他跟如来说了一句话：你镇压他500年，老夫不拦；但500年后他若出来，你再动他一根毫毛，老夫拆了你的灵山。这是如来亲口告诉俺的，师傅他从来没有不管俺，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守了俺1000年。大师兄，那咱们要不要去方寸山？不用，师傅若想见俺，自会来。他若不来，便是觉得俺还做得不够好。师傅，弟子回家了，弟子会好好的，您放心。祖师爷，俺老朱没本事，但俺老朱以后一定对猴哥好。祖师爷放心。猴哥，咱接下来是不是就等着去灵山接师傅了？然后呢？然后，俺老孙就守这座山，守着你们，谁来也不让。我们出发吧。俺老朱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回这地方了。来者止步！俺来见唐僧。斗战胜佛？俺不是斗战胜佛，俺是孙悟空，来见俺师傅。悟空，师傅，俺老孙回来了。
悟空，师父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为师不知道，为师一直不知道。那日在灵山受封，为师看着你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可如来说你是成了佛，性子沉稳了，为师信了，为师信了500年。悟空，师父对不起你。八戒、沙僧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师傅，俺老猪也是前些日子才知道，那冒牌货在灵山待了500年，俺给他送了500年的酒，他连正眼都不瞧俺，俺还以为是猴哥成了佛就不认俺了，谁知道那根本不是猴哥。为师也曾去斗战胜佛府邸看看，他说佛门清净，不宜常来。为师只当他修佛修的性情淡了，从未想过。师父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俺老孙今日来，是接你走。走？去哪里？花果山。师傅，猴哥现在可厉害了，他把灵山拆了一半，如来老儿的金身都裂了。玉帝老儿也下了旨，昭告3界，还了猴哥清白。花果山现在是猴哥自治之地，天庭灵山都管不着。俺老猪和沙叔叔已经住下了，就缺师傅您了。佛祖，弟子金蝉子，请赐。金蝉子，你想好了？弟子的徒弟被人冒名顶替500年，弟子不查。弟子诵了500年的经，修了500年的佛，连自己的徒弟都护不住。这佛，弟子不修了。可，悟空，带路。猴哥，这坛酒俺送了500年没送出去，今日终于送出去了。喝。为师持戒500年，今日破一破。师傅，俺老猪问你个事儿。你说。你在灵山这500年，除了念经，还干啥了？易经。取经路上带回来的经书，为师译了500卷，还有3000卷没译完。师傅，你都被如来老儿骗了，还替他译经？经书无罪，译出来，3界众生都能读。这是为师的功德，不是如来的功德。师傅，你这境界，俺老猪服了。二师兄，师傅一直是这样的。师傅不老实，师傅只是比他老实的人更明白什么值得争，什么不值得。听不懂就喝酒。4个，是4个。这是俺师傅唐僧，以后也是花果山的人了。不必多礼，悟空常跟我说道。他说你是花果山最忠心的老猴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贫僧唐僧初来乍到，多有叨扰，诸位是悟空的家眷，便也是贫僧的家人，往后请多关照。大王回来了，大王不走了，你也不走？不走，师傅也不走了。悟空，为师想问你一件事。师傅说。
这500年，你恨过为师吗？恨过，在金丹底下，俺老孙把3界骂了个遍，也骂过师傅，骂你为何认不出俺，骂你为何不来找俺。后来俺不恨了，不是想通了，是恨不动了。俺老孙被压了1000年，恨了1000年，恨到头来发现恨谁都没用。恨如来，他照样端坐莲台；恨玉帝，他照样执掌天庭；恨师傅，师傅你根本不知道真相。师傅，俺不恨你，俺只恨自己让你在灵山白待了500年。猴哥，咱是不是还忘了一个人？谁？小白龙，白龙马，敖烈那小子。对呀，取经队伍5个人，咱4个都齐了，就缺他了。猴哥，小白龙在哪儿？如来封他为8部天龙广力菩萨，他回了西海龙宫，后来俺被调包，就再没他的消息了。那咱去西海找他。明日。龙王，外头来了4个人，一个猴子，一个猪，一个络腮胡，还有一个解析和尚。请。唐三藏，贫僧唐僧见过西海龙王。瓦生，灵山之事，老夫已有耳闻。500年前被镇压的是你，成佛的是六耳。3界昭告，老夫也收到了。敖准老哥，俺老孙今日来，不为你，不为西海，为敖烈。他在后殿取经归来后，他被封为8部天龙广力菩萨，回西海住了3日，第4日便把自己关进了这间石室。此后500年，除了每日送饭的侍从，谁也不见。老夫进去过几回，他不说话，只是盘在柱上，望着墙壁。望墙壁？墙壁上有什么？敖烈，大师兄，是俺。大师兄，我知道那个是假的。取经归来，灵山受封。我站在殿外，看着大师兄受封斗战胜佛。他走过我身边，我喊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我就知道了，那不是大师兄。大师兄看我的眼神不是那样的。大师兄会叫我小白龙，会拍我的脖子，会偷偷塞果子给我吃。那个人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块石头。我回了西海，我想说出来，可我不过一个8部天龙广力菩萨，说的话谁会在意？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能在柱子上盘着，每天想，如果我再强一些，如果我当时就站出来，如果我……敖烈，俺回来了，不是你的错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回来的？是俺老朱，俺老朱发现了真相，请了菩提祖师出山，祖师爷硬是把猴帝从500年前的因果里捞了回来。二师兄没说谎，当时二师兄在石窟替祖师护法，浑身是伤，还差点死掉，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挨了几刀。二师兄，你变了，是吧？俺老朱也觉得自己帅了不少。二师兄，敖力师弟说的是变了，不是帅了。沙师弟，你能不能别老拆俺的台？师父，师兄，敖烈等了500年，请带敖烈走。父王，孩儿不孝。去吧，500年前为父上表天庭告你忤逆，不是恨你，是保你。烧了殿上明珠是死罪，为父不告你，天庭也会拿你。为父亲自上表，是求玉帝念在为父镇守西海多年的份上，留你一条命。为父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为父从来没有想过让你死。5个，是5个。你是谁？我叫敖烈，是大师兄的师弟。他们也是。我也是。那你也住下，花果山大，住得下。好。大师兄，到家了。大师兄，咱们5个齐了。齐了，真好。沙师兄，你浇水的手法像西海龙宫的园丁。是吗？比我教的好。你毕竟是龙。沙师兄，以后浇水的活儿我来。
早上我来，傍晚你来。为什么？早上我要活动筋骨，傍晚你要活动筋骨。好。大王，后山那棵老桃树就是您当年亲手种的那棵，今年结的果子特别甜，老奴给您留了几个最大的，待会儿送进来。好。俺老朱在灵山睡了500年素觉，从来没这么舒服过。二师兄，素觉不是素斋，没有昏厥这个说法。沙师弟，俺老朱刚睡醒，你就不能等俺吃完早饭再噎俺？可以。师傅，你会煮粥？化缘多年，看也看会了。像取经路上师傅画来的那些斋饭。悟空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俺想把花果山重新种满果树。好，俺想教那些老猴修行，不求长生不老，至少别再病死了。好，俺想把水帘洞修一修，500年了，有些石头松了。好，师傅，你就只会说好？因为为师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的打算。猴哥，你刚才是不是笑了？俺老朱听见了，沙师弟也听见了，敖烈也听见了。没笑。你明明笑了，师傅你作证。贫僧没看见。二师兄，碗还没洗完。想当年在方寸山种的树也该这么大了吧？长快些！俺老孙等着吃。二师兄，你要不也来嚼？唐长老，后来呢？后来就到这里了。师父。师父在。桃子甜吗？桃子甜吗？甜，比蟠桃园的甜。长得好，为师来看看你。师父，徒儿好想你。哎去！谁念叨俺老朱？可能是高翠兰，也可能是东海龙王。行了，俺就是随口一说。沙师弟，你说猴哥一个人跑后山去干啥？不知道。俺老朱总觉得今天这风闻着有点熟，什么味儿？说不上来，就是熟，像很久以前在哪儿闻过的味儿。师父，弟子不走了，弟子就在花果山，弟子会好好活着，弟子不会再让您担心。为师知道。俺老朱今晚不说啥了，就一句，都在酒里了。好。师父，桃子很甜。祖师，夜深了。猴哥，你看啥呢？呆子，带师傅和师弟们进洞。猴哥，谁来了？进洞！
孙悟空，别来无恙。如来老儿，你不在灵山闭你的关，跑到俺花果山来作甚？来还你一样东西。什么意思？这金帛困了你500年，今日本座将它交还于你，是毁是留，随你。如来老儿，你以为俺老孙会一棒子砸了他？俺不砸，砸了他，这500年就不存在了。哼，这堆破烂儿留着吧，哪天俺老孙忘了疼，看一眼就想起来了。孙悟空，你变了。你也是，你从前不会亲自来还东西。500年前，本座以金钵镇你，以六耳替你，本座自以为是为3界安稳。500年后，灵山碧山，诸佛离心，金身将碎，本座找不到答案。本座今日来还金钵，亦还你一句话。本座错了，俺知道了。你不问本座为何此时才来？你什么时候来是你的事，俺什么时候放下是俺的事。你来不来，俺都已经放下了。孙悟空，本座欠你的还不完，但本座记着。猴哥，俺老猪睡不着。想什么？俺今天看你把金都碎片收起来的时候，俺心里其实挺难受的。那东西关了猴哥你500年，俺应该恨他。可猴哥你说要留着他，俺又觉得留着也好。俺老猪这辈子忘性大，谁对俺好，俺记得；谁对俺不好，俺过2天就忘了。以前俺觉得这是优点，不记仇，活得轻松。今天俺忽然想，忘了是不是也是一种逃避？猴哥你记得，但你不恨了，这才是真的过去了。俺说错了。记得但不恨了，呆子，你说的比俺好。猴哥，你又煽情，俺老猪好不容易忍住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继续睡。值了。师傅，俺放下了。老君，你练的尸妖，花果山还没找你算账。哼！这棵树是他让你种的？是俺师傅。菩提当年踏碎灵山金身时，本座在兜水宫观战，他那一戒尺里有这棵树的影子。本座练了5万年丹，第一次见到把道行练进树里的人。本座是你，不是试你的本事，是试菩提的眼光，看他选你值不值。杨破军和300尸妖是本座从北海之眼挖出来的，他们守了500年，等一个交代。你给了，菩提没准错。猴哥，他大老远跑来，就为了说这个。破军，元帅，末将杨破军参见元帅。你没死，他让你来花果山杀俺猴哥。老君让末将自己选。500年前真假美猴王，末将当时在小雷音寺奉如来法旨困住取经人3日，事后末将不受封，回了小西雷音寺闭关100年。出关后查到真相，想找大圣谢罪，但大圣已不知去向。老君说菩提祖师踏碎灵山时，曾将道行凝入一棵桃树，特来哀求大圣告知桃树所在。
弟兄们，有人肯为一个徒儿把道行练进术里，你们生前没人替你们做过这种事，死后也没有。元帅，这是300弟兄的残魂尸丹，请元帅把尸丹带回天河旧营。破军营归队。破军，俺老朱对不住你们。猴哥，破军炼尸药不是为了试天道，是为了试菩提祖师的眼光。猴哥，破军看了那棵树，就放心把尸丹托付给俺老朱。他看了那棵树，就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呆子，把尸丹埋在桃树下。他们等了500年，等的是有人记得他们。破军，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，明年桃子熟了自己摘。猴哥，接下来还会有人来，他们都想看看菩提祖师选的人是什么样子。那就让他们看。猴哥，这人踏海的方式和老君不一样。老君是来看树的，他是来干什么的？贫僧吴天，来自小雷音寺，黄梅是贫僧师兄。500年前，师兄在小雷音寺困住取经人3日，那3日，灵山完成了调包。事后师兄不受封，闭关100年作画。作画前说告诉他们，我后悔了。贫僧用了400年查清真相，又用了400年等，但贫僧今日来，不是为师兄报仇，是为师兄传一句话。师兄作画前眉心生成这朵黑莲，贫僧以为那是师兄的怨气。直到前日，太上老君路过小雷音寺，看了一眼这朵黑莲，他说混沌之物，3界能中他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元始天尊，一个是你师父。菩提祖师，师兄也没见过他，但他在师兄心里种了一朵莲花。师兄困住你们那3日，一直在想困住取经人到底是对是错。他想了100年。这朵黑莲从师兄眉心长出来，贫僧以为是恨，老君说不是。菩提当年踏碎灵山，那一戒尺里有桃树的影子，看见的人心里会长出东西。师兄看到的是悔，老君看到的是信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俺师父问俺，桃子甜吗？